两人刚到深入交流的激烈时刻，男人就接到了妻子的电话，面对他的质问，谎称自己在打网球，但其实此时的妻子就在两人的房门前。男人名叫小金，虽然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，所以妻子丽丽在这方面一直很用心，但不论怎么努力，她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。丽丽开了一个饭店，而小金就是她饭店的主厨，甚至连两人住的房子也都是他的。为了帮小金找回往日的激情，大舅子老张约着小金来到了台球厅，之后小花就热情似火的走了进来，美女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风暴的中心，小金也不例外。她缓缓走到老张身边，跟他打了招呼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因为太过专注，直接把水洒在了女孩的衣服上，所有人都想要看笑话，只有小金默默的把衣服盖在了她身上。殊不知这件事开启了一段孽缘，正当他们想要转场时，老张就催着小金赶紧回家，因为他知道小金一直很懂事，肯定不会晚归，之后就直接把他丢在了原地。此时的丽丽带着小金来到医院，想要彻底查清怀不了孕的原因，谁知到了小黑屋，她却怎么都找不到状态。而此时的饭店也是生意惨淡，她在店里带到打烊，正准备回家时，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小花。她简单的给女孩做了一碗面，小花称自己也很喜欢料理，并一直夸赞着小金的手艺很好，而被夸的人自然很开心。聊着聊着，他就讲到了和妻子的恋爱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，但小花的表情却瞬间变了。她觉得自己对小金很有好感，所以并不想听他讲他和他妻子的事情。小金似乎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说，直接愣住。谁知没过多久，两人就躺到了一张床上。回到家的小金一直想方设法的去除自己的身上的味道和痕迹，回到家就编着谎话想要蒙混过关，可还是被丽丽看出了异常，之后就在他的口袋里拿出了异物。谁知小金眼疾手快的就栽赃给了老张，结果当天晚上人就被赶出了房门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正在打台球，可下一秒裙子就被人弄湿，谁知她竟直接脱下自己的贴身衣物。就因为她老张被自己的妻子关在门外，但她依然还是关心着丈夫，害怕他着凉，让丽丽帮忙送些厚衣服。但丽丽对于她的反应却很吃惊，原来这并不是老张的第一次出轨，他外边沾花惹草的事情妻子都一清二楚。可谁知第二天他就出了车祸，等老张赶到医院，还是没有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。从那以后他便整日精神恍惚，实在忍不住就躺在地上大哭。可此时的小金却和小花的感情越来越好，甚至连走路都兴高采烈的，厨艺也大有长进，受到了众人的一致好评。之后小金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饭店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谁知这天刚到家就收到了小花的短信，他已经到了小金家门口。惊慌失措的他吸引着丽丽的注意，不敢让她往窗外看，然后趁丽丽换衣服的间隙出去见了小花。他怕被妻子发现，敷衍应付了两句就溜走。谁知第二天小花就来到了饭店，本以为他是来摊牌的，可谁知他只是来面试，而丽丽却对他很满意。之后又把小花介绍给了老张当保姆。就在吃饭时，小花却偶然提起了自己的男友，一直夸赞着他。不争气的小金瞬间就乐开了花，谁知丽丽却提出想要和他见面，瞬间众人都沉默了起来。之后的每一天，小金都在两个女人之间来回应付着，但老张面对事事考虑周全的小花却逐渐生出了好感。小金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他找到小花想要结束，可对方却只想知道他有没有爱过自己。小金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谁知小花却趁男人动摇时使出了杀手锏，关键时刻却接到了丽丽的电话，因为她竟然在窗户外看到了屋里的小花。可丽丽并不知道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。男人居然在关键时刻接到了妻子的电话，可他喘着气谎称自己在打网球，但其实妻子此时就在门外。小金和小花直接在家待到了晚上。听到老张回家的声音后，小金害怕被发现，想要偷溜出去，可谁知老张竟翻到了妻子和别人的合照，他认定妻子肯定背着他做了坏事，转头就告诉了小金，可他却觉得嫂子并不是这样的人。结果第二天老张就找上了和妻子合影的人，但他是个盲人，经营着一家按摩店。他表示和老张的妻子清清白白，就是因为他整天在外边沾花惹草，他的妻子无处倾诉，才会经常来他的按摩店。但女人却一直深爱着老张。伤心的老张叫上小金，想要用酒精麻痹自己。此时的小金看着对面的男人，开始后悔起来。
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一定要和妻子好好过日子。而此时的丽丽也已经成功怀上了孩子。后来小花发现小金送丽丽的衣服竟然跟送自己那件一模一样，气急了的她直接把衣服发到了社交圈，丽丽自然也看到了，然后她就真的在小金的手机上找到了订单。就在她头脑风暴时，另一个男人找上了她，想让丽丽给自己一笔钱，不然就把之前两人的事情说出去。原来丽丽也背着小金找过其他人，她没办法，只能找到哥哥。正愁没地方发泄的老张直接找上那人，他把车开得飞快，一副不怕死的模样。被吓到的男人发誓一定不会再找丽丽，而小金约了小花，想要彻底结束这一切，结果对方直接把地址发给了丽丽，小金只能躲起来摸着小花的腿，害怕她说出真相。等到她成功逃脱时，却又遇到了老张，他向他坦白了所有，想要让他帮自己一把，因为他真的知道错了，想好好过日子。之后老张就假装是小花的男朋友，小花也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沉默下来。此时丽丽意识到是自己错怪了丈夫，于是她赶回家紧紧抱住了小金，两人终于还是在一起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，下期再见。